在小村莊住着一高一矮兩個年輕人，他們是好朋友，常常一起到森林旅行。這天，兩人悠閒自得地坐在森林的草皮上享用食物。突然，前方衝出一隻大黑熊，響亮的咆哮聲傳來，讓兩人頓時慌了手腳。矮個青年坐的位置正巧就離樹幹不遠，立刻眼明手快跳到樹上，手腳並用往上爬，還不忘對好友喊道：“有熊，快跟我來！”高個青年坐得稍遠，左顧右盼好一會兒，想起村裡流傳熊不吃死屍，於是立刻平躺在草地上裝死。熊走到高個青年身邊，好奇地用鼻子湊近他的耳朵、臉頰，聞了很久，接着舉起熊掌來回翻動了幾下。高個青年一下摔到左邊，一下摔到右邊，所幸草地柔軟，但他完全不敢吭聲，就連呼吸都顯得小心翼翼，心裡不斷向上天祈禱：“神啊，請讓我活下來吧！”在樹上的矮個青年看得觸目驚心，眼看好友就要喪命，他環視四周，找尋着能夠吸引熊注意力的東西，卻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用，這讓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熊玩累了，有些餓了的他，張開血盆大口，咬下高個青年的一隻臂膀，痛得他忍不住大喊一聲：“啊！”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下去了，起身就跑。熊見到青年轉身就跑，立刻將手臂丟到一旁追了上去。很快，高個青年就成了熊腹中的美食。矮個青年在樹上過了一夜，一直到隔天清晨才爬下來。他看着染上鮮血的草地，不禁悲從中來。回到村莊後，見到矮個青年一人回來，村民很快圍了過來。有人問起高個青年，他滿臉悲傷地說：“我們遇到一頭大黑熊，它因為躺在地上裝死，所以被吃了。”其中一人又問：“那你怎麼活下來的？”矮個青年老實地說：“我是爬到樹上活下來的。”村民們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，安慰着矮個青年。眾人散去後，一條消息在村裡傳開了：遇到熊爬到樹上才能活。又過了幾個月，一名木匠受僱要制作一張全新的桌子，他決定上山找尋合適的材料。他沿路走走停停，仔細確認適合的木料。突然，在他後方傳來一聲咆哮聲，回頭一看，有一雙合眼正盯着他，原來是一頭大黑熊。木匠立刻想到上次矮個青年活下來的事蹟，挑了一棵樹爬了上去。熊看到木匠往上爬，4條腿在地上跑了起來，到了樹下時卻停下來。他抬頭看着在樹腰的木匠，木匠環抱着樹，得意地說：“你上不來了吧？”但他沒有得意太久，只見熊開始爬樹，而且速度比他剛剛爬上來還快。木匠只好再繼續往上爬，邊爬邊念着：“沒聽說熊會爬樹啊！”一人一熊的距離越來越近，最後熊伸出爪子，勾住了木匠的衣領。木匠想要掙脫熊掌，於是鬆開了手，卻從高空中墜落下來。木匠不甘心地看着天空，緩緩閉上了眼睛。熊爬下樹之後，拖着木匠的身體回到洞穴。過了2天，發現木匠遲遲沒有下山。村民們一起帶着武器上山尋找，最後他們在一處洞穴裡找到木匠的衣服。這時，有人說了一句：“看來他是被熊吃了。”另一人則同情地說：“一定是他沒有逃到樹上。”
眾人從洞穴裡退出去，回村的路上，他們正巧又碰上那隻大黑熊。眾人爭先恐後的要爬上樹，一些人則在樹下舉着武器。熊看了一會兒，就慢慢退開了。眾人見到熊離去，大聲歡呼。